但东海的部分，我们看到日本包含他们的这个防卫大臣岸信介多次也提到了有关台湾战略地位的非常的重要。这个当然会很好奇，这个日本这样的一些转变到底什么原因？难道只是单纯呼吁美国而已或者是真的是在内部来讲有产生了某些变化，或者是中共真的做了许多直接的威胁，导致日本这个他们警戒的心而因此升高？这部分姚忠相您怎么看呢？中共对东海的动作，主要的还是佯动，牵扯日本的兵力，他不会再对钓鱼岛动什么手，他只是一个佯动，是吧？因为钓鱼岛这块呢，它不是一个交通要道，它也没有能源，没什么资源，这个岛放着呢，影响也不大。中共不想在东海打仗，因为东海这一块，你往上走，上海山东、辽宁这边，特别是天津这一块，是中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地。如果在这个地方打仗，就是说在自己家门口打这种仗，它有可能影响到它的工业发展或者是军火发展，这是他不会把战场设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在这里要牵扯日军，他十分明确，他并不想对台湾本岛动手，就是登陆。那么只要中共不登陆呢，日本呢就没有借口去介入台湾作战，他不想跟日本打，他只是要跟日本打起来以后，他真的不占便宜。日本这个国家，别看他现在不是这个军事大国，实际上他要是走入军事大国的话，他快得很。他的科学技术，他的这个资金各方面来说，那快得很出来。中共不见得能打过他。这个我们在海军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日本现在高度的出来的意思也是说，如果中共打台湾，台湾没了，日本会，就是说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这个是实事求是，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事情。所以日本的出来也是威胁给中共一个难看，但是呢，确实呢，我现在也看不到中共会在东海跟日本交战。日本这个事呢，可以暂时放一放，但是呢，日本毕竟是亚太，特别东北亚地区最有利的美国的盟国。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我们远的不说什么英国啊的哪里啊，它在欧洲太远了。亚太地区、印太地区3个国家应该是跟中共是坚决对抗的，一个是日本，第2个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这段时间给中共打压的很难受，是吧？第3个是印度。印度现在它主要的是目标是放在陆地边界上，而且海上它会固守它的印度洋，它到太平洋这块来，跟美军跟日本这个联合演习，就是协同一下，并不是印度的海军将来会进入南海、进入西太平洋作战，它有那么大的印度洋需要防守。中共现在对印度洋的威胁非常大，中共现在有70多条潜艇，这潜艇要到印度洋那边一撞的话，对印度的海军影响很大。印度的海军看上去很大，它的航空母舰有，但是它没有形成战斗力，它的核潜艇造了多少年了，也没有形成战斗，所以它在海上能力确实有限，它的海上的兵力，能不能就是够在印度洋使用都很难说。所以呢，再一个就是印度人好歹还称自己是不结盟国家，他不想这个打这个团伙，这个打群架啊，他一方面要防着陆地的这个中共对他的威胁，另外还要防着后面的这个印度洋上面中共会有什么动作。所以说，在亚太地区，日本和澳大利亚加上美国，当然更要加上台湾，台湾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肯定会不惜
不在乎有多大牺牲，都会要全力以赴的。啊，就是说中共现在呢，刚才我也提到了，他目前没有这个能力去打开，他的内部的问题太严重了。我等会儿就是专门就是讲讲这个解放军内部的事情，这是我研究的重点。